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宋威龙、刘浩存主演新剧《七根新茧》开播，尾鱼宇宙能否再造司藤神话？近年来，国产剧市场掀起了一股 IP 改编热，从武侠、玄幻到都市、悬疑，无不争抢各大网络文学平台的头部作品。而在这一股风潮之中，尾鱼这位以独特奇幻笔法著称的女作家，正逐步成为影视改编界的热门关键词。从司藤的惊艳亮相，到西出玉门、玉昭令等陆续出炉的作品，尾鱼的小说世界正慢慢被搬上荧幕，并构建出一个令人好奇的尾鱼宇宙。如今，这个宇宙又迎来一位新成员，由宋威龙、刘浩存主演的新剧《七根新茧》。作为尾鱼亲自担任编剧顾问，深度参与改编的重点作品之一《七根新茧》的播出，无疑肩负着延续尾鱼宇宙热度，甚至再造司藤辉煌的使命。然而，面对日益挑剔的观众与高门槛的市场，《七根新茧》真的能再次掀起尾鱼改编剧的热潮吗？亦或只是又一次高开低走的尝试？我们不妨从尾鱼的改编史谈起，逐步拆解这个被赋予厚望的宇宙计划。尾鱼小说，文字世界里的魅影江湖。如果说尾鱼的小说为何能频频被改编，答案其实并不复杂。它的文字有着极强的视觉感和结构性，常常以一个神秘线索贯穿全局，再辅以缜密的逻辑推理和厚重的情感支撑，营造出既奇幻又写实的独特氛围。无论是《怨气撞铃》里的灵异叙事，还是西出玉门的荒漠奇谈，他都擅长描绘一个边界模糊、现实与幻想交错的世界。更难得的是，他笔下的女性角色从不柔弱无力，而是往往具备强大的精神力量与自我意识。在一个男频主导的网络文学环境中，这种女性视角的创作格外难能可贵，这也使得尾鱼作品天然适合影视化，有强设定，有角色张力，有情感浓度，换言之，具备可爆的所有潜质。但就是这样一位编剧眼中的金矿，其作品改编成剧后却时常让人大跌眼镜。从士林路到司藤，一部跌宕起伏的改编史。尾鱼小说的影视化其实早在士林路时就已启动。这部由怨气撞铃改编的剧集本，有希望借助原著的悬疑奇幻基因闯出一条新路，然而结果却是惨败收场，豆瓣评分 3.2， 剧情被批东拼西凑，人设崩塌，制作粗糙，几乎一无是处。这一波口碑低空飞行，让许多尾鱼书粉一度对他的改编剧前景感到绝望。直到司藤的横空出世，才为尾鱼宇宙点燃了新的希望。这部剧由景甜与张彬彬领衔主演，不仅成功还原了原著的神秘氛围，更在视觉风格、情感描写上做到了质感升级。景甜饰演的司藤更是一改过往形象，凭借独立、强势又优雅的植物系女主角色，成功圈粉无数。观众被她与秦放之间的情感线牢牢吸引，同时又对司藤的身份之谜保持强烈好奇，使得这部剧在当年形成了爆款效应。司藤的成功也让资本看到了尾鱼作品的市场潜力。随后，腾讯视频一口气拿下尾鱼多部小说的影视版权，开始着手打造尾鱼宇宙的内容矩阵，企图借此构建一个稳定输出、持续吸粉的原创内容品牌。七根新茧开播，爆款基因是否依然有效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七根新茧被寄予厚望。不同于以往交由编剧团队改编，七根新茧这一次是尾鱼亲自下场参与剧本打磨。原著讲述了一个关于心理创伤、命运牵引与灵魂救赎的故事，情节紧凑，设定新颖，具有较强的悬疑气质。而剧版选择宋威龙与刘浩存作为男女主角，
则显示出制作方希望通过新生代演员与 IP 结合，打造既青春又厚重的观剧体验。从目前释出的剧情来看，七根新茧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司藤的成功要素，神秘的世界观、身份复杂的人物设定、步步推进的情节节奏，以及极具辨识度的男女主 CP 感。尤其是宋威龙饰演的男主角，在禁欲神秘与情感压抑之间拿捏得当，成为不少剧粉心中的白月光角色。然而，这部剧也并非毫无短板。与司藤不同的是，七根新茧的节奏略显缓慢，一些情节的处理略显保守，未能在前几集中给出足够的爆点来刺激观众的观剧欲望。此外，刘浩存虽然形象清新，但在角色表现上略显稚嫩，面对复杂心理的表达略显吃力。整体来看，七根新茧虽然质量可观，但是否能复制司藤的奇迹，仍待市场检验。尾鱼宇宙命门，神秘感的再利用，还是审美的重复？很多人都在问，尾鱼宇宙能否真正成宇宙？从目前几部作品来看，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在保持尾鱼小说精髓的同时，避免陷入风格重复与题材疲劳。比如西出玉门，倪妮与白宇强联合，卡斯不俗，制作也颇具诚意，但因剧情推进略显迟滞，悬疑感不足，豆瓣评分稳定在 6.8 分，观众整体反馈是中规中矩。再比如萧启清嚷，尽管由迪丽热巴与陈星旭领衔，视觉包装极具大片感，但剧情却被指套路化严重，创新性不足，未能打破尾鱼作品神秘设定加慢节奏爱情的惯性。显然，尾鱼式叙事在影视化过程中极易被同质化，如果没有更多元的改编视角和表达方式，尾鱼宇宙终究难逃审美疲劳的命运。观众可以为一部司藤买单，却未必会对5部司藤 2.0 感兴趣。破局之道，摆脱 IP 依赖，建立内容主导的制作模式。要真正让尾鱼宇宙立得住、走得远，关键不在尾鱼本身，而在于制作团队是否拥有足够的创作诚意与产业耐心。仅靠强 IP、卡司堆砌和营销热度，难以构建长期内容品牌。真正让观众留下来的，是一次次创新与突破后的惊喜感。以七根新茧为例，如果这部剧能在后续剧情中加强角色冲突，加深情感表达，并通过视觉、镜头语言实现更多悬疑氛围的沉浸式表达，仍有可能成为口碑佳作。否则，它也可能成为尾鱼改编路线上的又一颗流星。写在最后，宇宙之大，靠的不止一部剧的奇迹。归根到底，所谓宇宙，绝不是靠1、2个爆款堆起来的奇迹，而是一个能够持续输出独特美学、稳定吸引特定人群的内容体系。尾鱼的小说有这个基础，但它的改编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影视化是一次对文学的重构，是一次对人物、情节与节奏的再造。它要求的不仅是对原著的理解，更需要对观众心理、市场趋势的精准拿捏。在这个属于创意者与实干家的年代，尾鱼宇宙若要成立，靠的绝不是复刻，而是一次次超越。观众早已不是只追 IP 的年代，真正打动人心的，始终是好故事、好角色、好表达。